经常听到大家呢对于汇款到加拿大表示担忧。那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开始还不是很以为意，结果呢问的人多了呢，就在网上中文搜了一下，发现很多比较吓人的内容，比方说税局每个月都会查1万起 case， 抓了多少罚了多少。那这些呢，税局每个月查多少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呢我还是表示比较怀疑的，因为1万起还是比较多。那今天呢就一起跟大家讨论一下。首先呢，是不是会被课税，当然是 case by case 的，这个事实的基础呢，当然是最重要的。除了事实基础之外呢，当然也有可能有些合法的来源呢会被质疑，而非法的来源呢蒙混过关的情况肯定是有的。每年进入加拿大的黑钱呢肯定也不少，政府不一定查得到，而普通市民的亲友给的馈赠的钱呢，买房啊，做生意的呢反而被查税也是可能的。那我们能做的呢，还是要尽量了解一些背景知识，来避免一些突兀的情况。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3个常识内容。第一个是呢，海外资产的申报。大家都知道呢，要申报海外资产。如果你汇过来的钱跟你的海外资产的信息是不矛盾的话，这当然是没有问题。比方说你有申报这个海外资产，这个海外资产是否产生收益，是否有在海外卖房，或者有什么样的收入，工作或者什么的收入，那这个呢跟你的海外资产申报是 match 的，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大家可能说，那我这些呢并不是来自我的收入，而是来自亲友的馈赠，那这个我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我有一个那个赠与的信啊，或是证明啊，就先准备好这就可以呢？这个呢，我的感觉呢是这就未必的，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你可能在其他的会计师或者在其他的理财顾问这里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但是在我看来呢，这个亲友之间写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没有多大用的，因为这个谁都可以做得到。那怎么样才能准备资料呢？这个我就只能说 case by case 了，看你是什么来源的钱。如果你说是父母馈赠，你是年轻的孩子，独生子女，那比方说中国的父母呢都给孩子钱很多，那么你的父母收入比较多，你呢自己收入比较少，那这种情况下呢，税局呢一般是不怎么在乎的，因为你的父母是非居民的，然后你年轻给你的钱比较多，这些他们呢都可以知道中国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你是已经成年，而且就是比方说40岁啊，跟你的年龄当然也有关，比较40岁啊50岁啊已经很 established， 而你的亲友呢可能就是收入一般般，或者只有退休金，反而从他们那里呢有大量的钱寄过来，这就不一样了。当然还有看金额，如果是很小的馈赠，比方说几万呐或者什么的，这样呢可能还比较合理。如果是大笔的馈赠，比方说50万呐，这样亲友之间呢很少会一次呢馈赠那么多，所以呢就是你就想着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那么一个reasonable 的作为理性的人来看的话，这个是不是合理？首先就是说，如果你听这个故事你觉得合理的，别人听着也会合理，如果你觉得不合理的呢，当然别人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呢，首先你要合理，然后在合理的基础上你再去准备资料。比方说你说是父母卖了一个房，然后有一些钱分给你，那么父母的钱呢，税局是不可能去审计你父母钱，因为他不是纳税主体。但是呢，你是可以去提供这些，比方说账户的证明啊、存款这些东西来说明的。你当然可以不提供，但是你不提供呢，是不是就能说服税局呢？那就未必了。就是说你要自己举证来让税局呢相信。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举证，那个税局呢就把你当成是你自己的收入，最后闹到法庭，你的胜算的概率呢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庭呢一般倾向于只要有这种可能，他也没有很足够的理由去否定你的话呢，往往我见到的几个 case 最终呢法庭还是接受的。但这并不表示税局是错的，而只是说法庭呢是接受的，虽然税局不接受。但是普通人谁有精力老是去跟税局闹到法庭上去？你可能最后税审了，交给律师的钱可能也差不多了，这是常有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最好呢就是把这些工作做好，避免跟税局闹到法庭上去。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呢，你要准备的资料，因为只要是钱，它一定是有 money track 的，你只要提供这个钱的来源的 track， 其实是不难证明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 FinTrack。这个 FinTrack 呢，它是那个简写，一般叫那个反洗钱中心。其实它就是我现在也不太记得，就好像是 Financial Transaction Analysis Center。就是反洗钱中心，这个翻译还是可以的。这里呢，他们有一些要求，就是跟他们合作的 partner 呢，必须在什么情况下有一些什么向他们通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来 go through 一下你打交道的那些机构当中，哪一些需要向他们报告信息。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文件，就是看谁有report to FinTrack 的义务。那首先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首先是银行和这些机构，包括一些外国银行。第二个是 life insurance， 包括他们的 brokerage。然后第三个呢是那个买卖股票的 dealer。第四个呢是 money service business， 这个就是大家在中国叫地下钱庄的，在这边就不是地下钱庄，就是地上钱庄，它可以帮你转移资金啊这些，但是它都是有注册，而且呢是有report to FinTrack 的义务的。下面这些是政府的那个 agent， 然后会计呢这个比较特殊，我们最后说。地产经纪和地产的包括一些建商，因为地产经纪呢，它都是有 FinTrack 的义务的。这里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也有 Realtor 的 license，那么大家找我买卖房产的时候呢，我也有这个 FinTrack 的义务。但是呢，我做 CPA 这一块的时候呢，我是这些业务咨询包括报税、做你的财务报表，我是没有这个义务的。这个我们后面说。这个列表可能不是一个全部的列表啊，这只是主要的一些大类。然后 casino 赌场，然后这个是贵金属和宝石的这些 dealer。然后这下面 notary 这里我们说一下 ，notary 呢是有 FinTrack 的义务的，但是呢lawyer 是没有的，因为律师他可能是得按客户的这个最大利益去从事，只代表你的利益的，所以他不可能说我出卖我的客户，所以呢律师是绝对不在这个行业的，这就是律师跟 notary 的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么回头说会计。那会计呢比较特殊，首先它这个定义也包括我们，然后呢这里列出来就是会计呢，你要是从事这三个买卖，不是收支那个帮你收支钱，帮你买卖股票啊，地产啊这些，帮你去做这些东西，就是参与了就有这个义务。但是呢，像我现在就是大部分accounting firm 可能 CPA firm 就可能都是不涉及的，因为这里有说呢audit review compilation engagement 的这个呢都不 trigger reporting obligations， 就是我们是不需要 report to FinTrack 的。我现在做的业务呢都是 compilation engagement 的，包括报税啊这些所有的都是 compilation engagement 的，所以不涉及这上面这一些。也就是说我是有这个保密的义务，没有向 FinTrack 汇报的义务的。所以呢这里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一定是会保密的。这些呢我想就说清楚了。我们接下来谈下一个叫 CRS， 这个大家经常也听说，我们接下来谈这个。那首先呢它这个是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的简称，这个 CRS。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样的信息会被国家之间分享，而且什么样的信息呢会报到我们的 CRA 这里。当然你也可以考虑中国那边的政府，因为你可能是在中国这边还要报税的。那这里呢首先大家要注意的呢，这个不是所有的人的信息都会这样 share， 而是呢这强调的是指非居民的 non-resident account holder。 也就是说你在加拿大如果是非居民的话，你在银行他会让你填一个表，你是哪个国家的居民，哪个国家的税号，那么加拿大呢会把这个信息呢 share 给，比方说你是中国的居民share 给中国。但是呢如果你是加拿大居民，你跟中国那边并没有什么关系，不在中国报税，你是加拿大的居民，加拿大是不会 share 你的信息给中国的。而中国那边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居民，那么你用你的护照在中国开的户，中国呢是会 share 给加拿大政府的。但是如果银行不知道你是拿身份证开的户，这个会不会 share 呢？
因为中国大数据很厉害啊，所以我也不知道银行它有没有这个信息。如果银行有这个信息，知道你是加拿大居民的话，我觉得是的。但是呢，如果他不知道呢，那我觉得也不可能 share，因为你得有你的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吧，你在加拿大的税号，你是不是在中国有报给中国的那个银行？我觉得很可能大部分时候是没有的。而且中国对于你在加拿大有没有完税，可能也不是太关心。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然后我们看具体有哪些信息被分享。第一个是呢，你的名字和地址，你开了一个账户，这个信息会被分享。然后呢，你的那个税号，在中国呢是指你的身份证，在这里呢是指你的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或者你的 ITN 号。然后你的生日，账号，银行的账号，银行的 balance 和 valu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这个呢就不是你所有的 transaction， 也就是说在某一个10点，这里是指年末的10点，你的 balance。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大的交易可能引起他注意的交易，这呢他也可能是 report 的。那后面呢，他也提到了，如果你没有做怎么办？这个呢就不细说了，这个就是走那个 VDP 程序。这里呢，我们觉得，因为很多人也问这个 CRS， 觉得我是不是就变得透明了？这个你要看你在双边的这个关系。首先，你是不是在有一方作为非居民？只要你不存在非居民的这个情况，这个我觉得是不会发生的。当然，具体那些数据我们也看不到，只是根据它字面上是这样理解的。而且呢，这个信息量会是非常大，会不会查到你呢？这个就不好说了。而且这个只是指你的银行账户，那海外资产呢，涉及很多东西，你可以是持有的房产啊、股票啊或者什么，这些呢，因为太复杂了，不是说什么都可以都那么容易查得到，那么分享的。但是呢，话说回来，作为政府，你千万不要低估政府的 mighty， 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查每个人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想要查，那是没有什么你可以隐藏的。那最后的总结呢，首先呢，当然都符合政府的规定按政府的操作去做，这个是比较有安全保障的。那么呢，风险呢就是每个人要自己控制。那么在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下，可能大家就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在高收益低风险的情况下，是不是会很多人承担这个风险呢？那我估计是的。但是这个风险管理呢，那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了。好的，谢谢大家。